秦律师对男人有偏见啊！完了，我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怎么办呀？这个问题呢，我来回答吧。我太太呢，不是对男人有偏见，她是太过热爱自己的工作。无论是谁跟她工作上有冲突，她都会毫不犹豫将对方列入敌方阵营。这一点上面我深有感受。当今社会下的环境呢，男性的确更占据优势，甚至被鼓励更重视事业。可事实上呢，女性也不一定都适合主持家务，男性也不一定都是职业精英。我太太是个非常好的律师，工作能够给她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，远远超过工作能够给我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。如果我们2人之间家庭事业一定要2选1的话，那我会选择家庭。这招漂亮，必杀呀！这可不是开玩笑。你这态度不错，但要辞职，应该不会吧？为什么不会？一份工作而已。那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，说辞就辞啊。你家可少了一大笔收入啊。钱其实根本不重要。如果一份工作是为了不停刺激你的欲望的话，那这份工作也没有什么价值。而且我算过，如果想过得幸福，1个月其实4500就。我宝贝老公的态度已经表达完了，你们有什么还要讨教的，就来讨教我吧。金先生，牛肉好了。啊，好的，知道。我这牛肉是专门空运过来的，大家一定要尝尝。哎，一个。饱口福了，饱口福了。哎，牛，小伙子，大有前途啊！哼哼。哎呀，挺厉害的呀，从哪儿学来的？无师自通，这大概就是7月清晨吧。臭屁！金志，你的盘子。不好意思，金总，他不吃牛肉，我来吧。秦律师，嘿嘿，这老公不错啊，我喜欢。来，辉哥，就冲他刚才说那些话，我得和他喝一杯。来，我不喝酒。哟，果然是一家人啊！没关系，我喝你看着，行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没关系，那你快点啊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我是杨华。哎，贾先生，刚才的演讲挺精彩的嘛。不过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家庭美满，生活幸福，你还要隐藏已婚的身份去相亲呢？今天晚上8点钟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猜出来我是谁了吧？那我们就找个地方，单独的好好聊聊吧。我听老金说，你那个老公的表现绝了。还行吧。他真的要辞职啊？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万一要是真的，你可别跟他闹啊！现在全球这么不景气。放心吧，我们俩好着呢。其实回来也好，免得老是两地分居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于公于私，你这个老公都要紧紧的给我抓住，绝不能放手。平时看你混不吝的，居然能找到这么靠谱的老公。别说我了，你看你把老金拿捏的死死的。哎，他去哪儿了？老金他们还等着听他说那4500的幸福生活呢。人呢？要不是阿姨说我眼熟，我真没想到，咱们俩还有这样的渊源呢。李律师，我们家的事情有点复杂，
没关系啊，那你好好解释。我是律师，再复杂的案件，我都可以捋出头绪来。具体不太方便说明情况，但是我为我上次的事情给你道歉。道歉要是有用的话，还要我们律师干什么呀？我购买了会员服务，可是服务机构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已婚人士。这倒不太重要啊，最让我想不通的是，为什么你妈妈会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？为什么你还要来跟我相亲？答案呢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了，不过都对我们的秦律师非常的不利。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呢，不打算吹这个哨。你替我好好劝劝秦律师啊，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否则要是影响了公司的利益，我就不太好保持沉默了。李律师，老公，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怎么了？一言难尽。李诞，你跟杨华认识啊？不能说认识，但是也不能说不认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们俩人到底认识不认识啊？李律师，你怎么能拉着别人老公在这种地方偷偷聊天呢？你怎么是这种人？杨先生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只能说实话了。实话？你们俩人之间还有秘密啊？唐总，您记得您跟金总结婚20周年，杨先生给了我们秦律师一个意外惊喜吗？其实那天他的出现不是来给他惊喜的，他是来跟我相亲的。相亲？跟你相亲？这怎么可能？秦师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就说呢，怎么会那么巧？那天你刚好回国。你说吧，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你妈妈的主意？你说呀，你刚刚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我妈，我就知道，她一直以来看我都不顺眼，没想到现在竟然用这招。那你诚实的回答我，你知道自己那天去酒店是去相亲的吗？我反对，你们在撒谎。我手里面有相亲网站给我发的你的照片。一会儿有位姓杨的先生会过来，告诉他我在天台等他。你好，请问你有请柬吗？我找李代律师。好的，这边请，李律师在天台。James 杨，就算杨华妈妈再不喜欢你，也不至于糊涂到给儿子再去相亲网站登记吧？你们夫妻2人长期分居，两地相思，1年也见不到几次面，为什么你回来又隐瞒你的太太，不告诉她？为什么你第一时间回国的时候不是见你朝思暮想的太太？所以我怀疑你们2个人伪造了已婚的身份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。
所有的疑问都归结到一点，答案就是你们两个我失业了。失业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是1年前。1年前，你失业有1年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是不是怕你担心了？哎，等等，你失业有1年了，但你这1年都在哪儿？在国内吗？不，最近才回的国。你都不知道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2年全球经济不景，所以我就失业了。虽然我想继续找工作，但是像我这样年薪的工作并不好找。虽然我没有了工作，但不影响我有收入。虽然没有以前高，但是也不会到很困难的地步。难怪你之前一直跟我说，你想要辞职。要不是因为今天的事情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呀？这不怕你嫌弃我吗？真笨蛋！哎呀，行了，好了好了，没有工作，你们不是还有彼此呢吗？真是，你之前的婚姻好是好，就是完美的有点假，现在可太接地气了。什么夫妻问题、婆媳问题，你是一样都不少，这才是生活呀。谢谢姐安慰我。慧慧，洛威国际基金刚刚开了新闻发布会，说从没有在国内开设个人基金会，洛威国内所有的项目都跟洛威国际无关。姨妈，你这次就去2个星期，已经拿了2个大箱子，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？我这都是给球球带的，我一个人哪用得了那么多啊？啊，接机信息我已经发给球球了，到时候他会去机场接的。钱包、美金、护照都带好了？带好了，放心。那就好。我走这几天，家里、公司还有协会的事情，就麻烦你帮我多盯一盯。放心吧，也没几天，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这些天多亏有你，不然那些糟心事儿，想想我都心烦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毕竟咱们公司有良好的信誉。这帮律师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哎，可挑事儿的也是他们，真本事没多少，虚张声势倒是个个拿手。你这明显有偏见。人啊，一辈子遇到一个好律师、好医生，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。几点的飞机？下午1点半，浦江飞旧金山。这回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跑了。反正，咱们以后见到程宇慧得绕着点走。程宇慧的老金，我倒是蛮欣赏他的。你妈，你就是心太善了，才总被人欺负。哥，这怎么办啊？马上上高架了，上了高架可就不好追了。不能让他赶上这趟飞机，超过去，压住速度，挡住他。
姨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怎么开的车你啊？啊！哎，下来！单平，你别下去。你看吧，这怎么弄？你变道急停是你全责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我全责？我前头有车，我不得让啊！你追我的尾，你全责，你懂不懂啊？报警吧，我车上行车记录仪，谁的责任到时候一看就明白。你报吧。老夏，我撞车了，我发个定位给你啊。对，蓝总一会儿的飞机，赶紧啊！不，干嘛呢？叫人是不是？干什么？哎，老夏，把我手机还给我。没事啊你不用来了啊，没事。干什么？单平，你不要跟这种人吵，我的飞机不能晚点，你赶快打电话叫一个车送我去机场。你把手机给我。蓝总，小陶律师，怎么，你们认识？陶律师，这车祸你故意的吧？对不起，迫不得已，我们才采取这种方式来阻止你。陶律师，你想做什么？云雅集团的江总，您记得吧？他就是委托我调查洛威玉兰的第一个客户，他手上持有洛威玉兰的产品超过1.5个亿。可是从去年开始，他发现洛威玉兰的经营存在很多疑点，所以委托我进行调查。所以我有权利怀疑洛威玉兰存在着欺瞒投资者、伪造商业数据等违法行为。等一下，陶律师，洛威玉兰是合法企业。你不要因为外面一些谣言做出这些不明智的举动。就你今天的行为，我可以告你诽谤，你知道吗？合不合法，你和我说的都不算。王总，这么着急出国，我想知道，谁在国内替你背锅？我不会让任何人替我背锅。哥，你丈夫的锅得让你来背了。洛威玉兰已经被国外洛威基金正式起诉。姨妈，这趟飞机你肯定是走不了了，你现在已经被边控了。我台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洛威基金的负责人，对方表示，国际洛威基金并未在我国开设任何的分支机构，洛威玉兰所有的项目均与洛威基金无关。目前，洛威玉兰负责人庞定方因涉嫌欺诈以及非法集资等罪名，被司法部门正式立案调查。受到洛威玉兰诈骗案和非法集资案的影响，玉兰集团的股是这么素啊？真是1个月4500的标准。天天吃肉，当心血脂。那么辛苦工作，不就是为了吃口想吃的吗？对了，你们律所因为洛威玉兰这个案子，接了很多案件吧？别提了，20个亿的标，整个浦江排名前10的律所都为这事忙疯了。你想啊，洛威玉兰有那么多会员，实际上拉出来一个就是优质客户，虽然都争破了头了，不过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金总明确提出，程宇会不接任何关于洛威玉兰的诉讼案件。为什么？良知。你想，我们老板娘前一秒还在人家后面啊，蓝总长蓝总短，人家一出事了成原告律师了，哪能干这种事啊？那再说了，我们律师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，说我们是什么豺狼虎豹、暗箱操作，吃了上家吃下家，别人的绝路就是我们的财路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律师的人设不就是救苦救难、匡扶正义吗？那菩萨大哥，那些客户呢，就是想打赢官司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打赢官司，根本不是律师说了算，律师只能最大程度上帮你挽回损失、规避风险。不过也说明呢，有些从业者的素质真的是不怎么样，他们自己律师执照都没拿到了，就敢开价接案子，结果可想而知了。坏的是少数，影响大呀。来一口。还嫌弃我？
那以你们律师的角度来看，洛维玉兰这件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？我们金总他是这样说的：赢没问题，是大概率的事件。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洛维玉兰根本没能力偿还所有的债务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宣告破产。那些打官司的人，他们的诉求不是打赢官司，而是拿到钱。在座的各位，有谁能保证帮客户把钱要回来的？举手。程宇慧呢，虽然有非常多不靠谱的地方，就比如说重视资源、背景派大于实力派、男女律师差别对待，还有女律师的升职评价。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人他2辈子酬薪来挖我都没去，就是因为我看中我们2位老板的人品。我觉得啊，程宇慧绝对是有节操的律所，行业中的一股清流。清流？清流到不让单身女性成为律所合伙人？清流，但是并不完美。我觉得你们老板应该未必是为了人情世故而不选择这个案子。你的论调跟某些人出奇的一致。谁啊？谁跟你们说老板不想接的？老板会上不是说你们一个个的就不能长点心吗？我们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什么样的人能把程宇慧用6年的时间做到行业前10呢？有雄心有野心的人。那你们觉得我们程宇慧的慧是指什么呢？是唐一慧唐总吗？那不然呢？别说话。这话我只说一遍啊。我们程宇慧真正的头脑、真正的智慧担当是老金，一个有雄心、有智慧的人。为什么不参与群雄争霸的原因，绝对不是因为他不想接，而是怎么接，什么时候接。明白了。懂了。明白了。